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们的节目会在每个星期一播出，记得准时收看哦。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背景特别不一样，特别的明亮？没错，我们又回来了。今天要来聊什么呢？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议题，就是外貌。你觉得外貌重要吗？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谁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其实我很少请长得比我好看的人来上节目，但是今天这集真的是例外啊！那你们也帮我评评理，就是他有没有比我好看这样子？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欢迎在留言区帮我评论，欢迎在留言区帮我评论。好，掌声欢迎今天的来宾，欢迎梁家仁，你好。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OK， 好，对，你觉得你自己帅不帅？这么突然吗？对啊，突然。对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我感觉好像突然一把刀插进来的感觉。大家觉得他帅不帅 ？OK， 好，来。我觉得我帅吗？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算好看。如果不讲说不好看，太做作了啦。我觉得我自己算好看，但是，如果可以，再多一点保养还是什么的，那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我觉得还是算一般人啦，就不是不能说到艺人明星这种等级。算好看，还行。谦虚一点。OK， 如果你今天走在路上，10个会有几个说你帅？10个里面会不会有8个人说你帅？你说在越南吗？在越南或在台湾？在台湾跟在越南不太一样。好，那你说一下，你先说一下在台湾。在台湾的话，我不知道我觉得会特别说出来的比较少，可能因为台湾不太，比较不奔放一点，跟越南相对比起来没有那么奔放，对吧？如果你问他们说帅不帅，他们可能会说还不错，还不错这样子。我得到的评价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是从小得到的评价差不多是这样，还不错这样。但是我来越南，可能这边的民风比较开放，比较热情一点。他们会，如果他们觉得你帅，是真的很外显的那种，就是走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跟我不认识的女生一团，就突然莫名其妙跟我说 “hello” 这样子。然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刚进公司的时候，一走进去就是有一些女生在，我讲的都是事实，我没有骗人。就是会有一些骚动这样子。其实我知道，但是就是要保持，我是去工作的嘛，我不能一开始就好像就是在感受这些事情。是在越南的公司，在越南的公司。对，那我当然就是先不去假装不知道啦，那也不是说假装，就是要表现的不在意嘛，不然你会让人家觉得你是来玩的嘛那种感觉。但我其实是有察觉到啊。就像是很多女生之前有讨论说，到底知不知道男生在偷看她的胸部这件事？那你觉得呢？我觉得他们都知道啊，他们都知道，我觉得他们都，因为其实那个也蛮明显的吧？对，那个眼神，尤其不止眼神，你头其实会稍微动一下。OK， 对，那你觉得自己的外貌在生活或是工作中有给你带来什么机会吗？机会的话，我觉得倒没有吗？就是可能会，就是
特别青睐你啊，或者是会觉得你蛮适合我们的工作？工作的话，我觉得反而弊大于利。弊大于利。弊大于利。为什么？因为帅有分很多种，好看有分很多种。我觉得我虽然长得还算不错啦，我一直这样讲，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没有。我跟你讲，关于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他真的长得不错？如果觉得不错，请帮我们的影片按赞，然后一堆倒赞，导致我们也不会发现，对，它不会显示出来。对，我觉得弊大于利，因为你去帅有分男生的帅可能在亚洲人里面可能比较有分几种，就是像假如说啦，柯震东，跟彭于晏，你不会说他们都是帅，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帅。那彭于晏你会觉得他的一些标签可能就是看起来很认真，负责任，好男人这种感觉，对不对？那如果是柯震东，他可能会贴上一些标签是那种渣渣的帅啊，然后很会怎么讲，安抚女生啊，很懂女生啊，然后很比较轻浮一点。我觉得这是我的理解啦。那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偏那方面的，就长得比较轻浮，长得比较轻浮一点。我觉得可能重点是眼睛，我的眼睛有一种有点内双吗？对，因为我眼睛不大，然后看起来就有一种偏轻浮的感觉，偏轻浮。在工作的时候，常常会被人觉得，即使我没有做什么，但是跟一个老实人坐在一起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不动也不讲话，你就会看起来我好像不认真。这是真的，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真的假的？所以这当然可能学习的时候也是，对不对？对，会被老师认为说比较皮的学生。对，差不多是，就是他们下意识会觉得你不认真，你爱玩，没有任何理由。OK， 那对，所以那利是什么？弊大于利啊。利的话，在工作的话，那利是什么？在台湾其实感受不太到，但是在我来越南之后，我真的很多姐姐会特别照顾我。我在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同事，然后我们常常一起做事情，然后会有一些越南的姐姐，她在跟我们讲事情的时候，她完全不看我另外一个同事，她从头到尾看着我讲话，然后我都很想跟她说，你这样让我有点尴尬，害羞啊，看一下她，就是两个人，但是从头到尾完全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对到眼这种程度。对，就是好像听起来又变成是弊了，但是我心里是觉得说不爽是假的啊，是心里会有一点爽。那还有很多就是会有很多女生，就是会有很多女生会特别照顾我这样，那不然就是可能订饮料的时候不会问我，就直接多订一杯这样。哇，这个就是特权欸。有一点，老实说有一点。然后会收到很多饼干、糖果，可是对啊，就是小优惠那种感觉，也没有说到多好。OK， 好，我先跟各位朋友们就是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认识梁家仁，是因为他是我大学的学弟，我们都是读新闻系的，然后那时候在校园里他就蛮亮眼的，蛮帅的，所以其实然后又很活泼，所以蛮容易注意到他，就是在一群人当中很容易就是看到他这样子。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会先看外貌，每个人都是吧？那你会试着去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吗？当然会啊，也会啊。但是所有人都一样，我也重视性格，但是重视性格前提是
这个人的外貌吸引你啊？我觉得我从小啦，常常有听老师讲啊，什么家长讲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小时候都说性格大于外貌这种事。我觉得在我眼里，就是他这句话是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他好像变成说我们不要去在意外貌，可是我觉得外貌是从你的性格反映出来的。对，有些人就说是相由心生嘛，你这个人打扮或是你的外貌，你有没有把自己打理好，那就反映出你的性格。你可以说我的性格非常好，但是我的外貌非常糟，那就表示你的性格其实不好，只是你不认为而已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们讲的不是说你的五官长得怎么样，我们讲的不是说你的怎么讲，你的眼睛大不大，你的鼻子大不大，小不小这样。我讲的是说胡子有没有刮，那你有没有衣着有没有好好打理，会不会穿荷叶边的领口的衣服，对不对？然后你的衣服破洞了，你会不会去处理？还是你会换一件？还是你就穿一件破洞的衣服？那这些都反映出一个性格嘛。对啊，对，所以其实我也想要跟所有人说，其实外貌不只是你的外观，就是你的什么眼睛鼻子，其实不只是这些，其实更多的是你的就是穿着打扮，就像你说的，就是头发什么的有没有梳的整齐啊，等等，胡子有没有刮啊，这种，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体现的干净程度哦。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外貌就是在说我丑啊，说我不好看等等的。我的外貌不是指五官啊，如果五官我就会讲五官，如果是外貌，就是对我来说是包含你的整个人，你从就是我刚刚讲的说胡子有没有刮那些有没有，我甚至还会觉得说你身上的味道，它也是在外貌的其中一部分。例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狐臭，腋下有一些臭味，那你不去处理，那表示你不重视这个问题，不重视这个会影响人际关系的问题嘛？那这也对我来说是包含在里面。对，好，你大概一天花多久的时间在整理打扮上面？我其实真的没有很久，但是我会习惯性的去思考，就是要怎么穿衣服，颜色怎么搭配，然后怎么穿衣服。其实我穿衣服都很，也没有说随性啦，但就是至少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啦。然后除了自己的想法之外，最主要是基本的概念。例如说，很多男生啊，亚洲的男生很喜欢穿非常非常紧的裤子。那可能在很久以前是一种时尚，但现在就已经大部分人看到会觉得比较别扭了嘛。那你还穿出来，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无意识的情况下去觉得你这个人好像没那么好的感觉。这个很难去讲，但是你懂我意思吗？那种在台湾很多穿很紧的裤子都会被说是8+9裤子嘛，对不对？那你还没有，当你的就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你还是穿这样的裤子出门，你就会容易被人家怎么讲扣分。扣分，但他们可能甚至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扣分的人不会察觉到他自己在帮别人扣分，被扣分的人他也不会察觉到他被别人扣分了。对啊。OK， 对，的确是这样子。OK， 好，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主管，那你有2位下属，他们能力一样，然后他们待人处事也一样，人际关系也都很好。那有一个人长得比较好看，那你会选择升迁？你会选谁来升迁？可是你这样讲，他们的标准就不一样啦。就是假如说
不看外貌都是80分，结果有一个外貌比较好，那他是90分，那不就90分跟80分了吗？所以外貌还是有差嘛，对不对？对我来说，如果你问我，这是我的个人感觉，不代表每个人的感觉。对，如果工作，我说真的，如果工作能力工作能力不会差太多的话，对啊，我一定是找长得好看的。第一个就是人家说长得好看的，长得好看的人，你是讲五官还是说他的外貌？应该是外貌才对，外貌好，对，外貌好的人通常他对人的态度也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在意别人的想法。当他在意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在跟人家交谈或是交流的时候，他会特别留意自己的态度。因为他在意这个别人的想法，他在意别人觉得他好不好。但是通常外貌不好的人，我是只包含打扮啊那些气味什么，他不在意别人的想法，那他跟你讲话的态度多多少少，通则来说就是一定会比较跟外貌没那么好的人去讲。而且如果从小到大外貌都比较好的人，他会在跟人际交流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跟别人有更多交流嘛。因为你人大家都会想要去跟外貌好的人去交谈，那他就会有更多机会去练习交谈。那他有这个更多机会去练习交谈的时候，他就会去练习交谈时应该要有的态度。那这个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是两条分叉线，然后越走越远。对吧？那你习惯已经跟人家知道交谈的潜规则，交谈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人，通常是外貌比较好的人，那这样的人态度通常也会比较好。我认为是这样子啊。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会找比较外貌比较好看，就是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比较快乐。这很直觉啊，就像找老婆找老公，人家都说你想要一早起来就看到你老公的帅脸，而不是被你老公丑醒之类的。或是你在生气的时候，一转头看到他长那么帅，长那么漂亮啊，算了，这样子。你在说你吗？对啊，对啊，你懂吗？就是对啊，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啊，而且你从优生学的角度啊，我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人为什么会想要找长得好看的，就是因为他在各个方面都让你本能性的觉得这个人比较好嘛。那这种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告诉我，长得好看的人他是比较优秀的人。那是为什么？但是不知道。但是你本能性的就会想要去跟长得好看的人接近啊，是生物学基本的那个原则。OK，懂。聪明跟好看只能选一个，你选什么？认真说，我这个问题想了蛮久的。对，如果这个问题突然问我，我也会就是答不出来。可是我觉得你要给我一个 range， 聪明要到多聪明，然后是怎么样的聪明？聪明可能你给我一个范例，因为可能考上台大医学系这种，然后好看的话，可能就不用到像彭于晏这么帅，可能就是高，然后干净，然后五官很。你这个前提有点建立是在，就是要么就是好看就很好看，要么就很聪明。这个要两个人都感受过的人才选择出来吧。所以你觉得我又聪明又……那就以你的观察来看啊，以你的观察，你会觉得你会想要选哪一个？那我先问你，你觉得我聪明？我觉得你不算就到很聪明这种，我觉得你是那种就是努力型的。你觉得我是努力型的？对，我觉得你是努力型，会就是自我探寻的那种。那你觉得我好看？也不能说到很出众，但就是中上。
那你问我聪明跟努力，不是聪明跟好看，你会选哪一个？如果我两个都没有品尝过，我怎么选？那就以你的观察嘛，就以我的观察，对，就以你的观察，你观察别人嘛，对不对？我觉得聪明的人，我会选的。我先讲结论，我会选好看，因为聪明的人，我觉得活得很痛苦。哦，就是他们会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很累，一直在想，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很累。然后，好看也要思考。如果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要先假设我很聪明？不然我怎么回答？可以啊，你可以假设啊，对不对？反正对啊，可以假设。好，我假设我很聪明。以我的感觉来说，我觉得，我会一直去思考很细节、很细，然后甚至没有答案的事情。就是例如说，因为我在成大是念那个，对，你也是高材生啊，成大高材生，大家。我会一直去想，就是贫富差距啊、阶级啊。对，我来越南的时候，其实我会来越南也是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因为就是读了一些跟社会学有关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去感受一下人跟人，然后世界、国家这些差别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常常去问越南人他们的生活，然后重点好看吧？因为基本上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第一个他的态度会一定都比较好。一定都比较好，这是一定的吧？所以会选好看，对不对？我会选好看。OK，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这集 podcast 的重点，其实也不是说鼓吹大家要长得很好看还是什么的。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在讨论外貌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说外貌好看就是要长得很帅，长得很漂亮，然后就好像是我们鼓吹大家去变得好看，要去整形一样，不是哦。今天我们谈论的重点是外貌保持干净这件事情，就让人家看起来至少是舒服的，不要觉得说那我要整形吗？我要让我的鼻子高一点吗？双眼皮吗？什么不用。所以对，这是我们的重点，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找一个漂亮的女生来，她会怎么回答？我家会很害羞。没关系，我们现场就有一个，没有啦。我觉得他会很，应该会很害羞，所以只有你才能聊这个话题啊。你周遭有很多漂亮的女生啊，你有没有问过他们这种问题？一定有啊，一定有啊。那他们通常的答案是什么？他们就是也，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觉得自己很漂亮，等等的。他们应该也知道说自己是很漂亮的，一定知道。对，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好看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有经历那种努力的过程，才会有现在这样子的外貌。对啊，我觉得外貌其中一个部分很重要的一点是自信。对，自信，真的有，我觉得还有坚持。我觉得发现一个很妙的点是，当你觉得自己真的很帅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帅。我觉得是超级妙的。我从小就一直告诉我自己很帅，可能看那种偶像剧啊，然后你的情感就会投射到上面，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他。然后看久了就觉得自己跟他一样帅，然后你就有莫名其妙的自信。而且有自信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别人真的会比较愿意接近你。然后那是一个，我感觉啦，人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好不好看，其中一个成分是他散发出来的那个气场。那个气场你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量化，你没有办法说，可能这个人他眼睛很大，可是他如果整个就是驼背、弯腰驼背，然后讲话畏畏缩缩的，是我们系上就有一个例子啊，很高的那个，你不觉得他长得还算不错，但是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微迷。OK，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我觉得他长得算帅啊，老实说他算帅啊。但让我感觉他就是很微迷，然后
很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没有自信。那 OK， 我觉得是自信是，所以我就是自信，对不对？真的是自信。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自卑还是什么，我觉得自信最重要。那你觉得你好看，你就是很好看的。我觉得当你觉得好看的时候，别人就会开始慢慢觉得你好看。这件事情超神奇的。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好吗？那我想我们也不用做什么结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所以你就是好看的，你就是最帅的、最漂亮的。好，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